国家政策要怎么去做，所以医疗政策能够永续的一个规划跟订定，我觉得这很重要了，因为这个影响到整个医界在包括我们这些年轻的医师出来之后的一些想法嘛。因为目前整个医师人力的规划，这些在现在整个人口的改变、医疗需求的变化，还有现在医疗的现况，实际上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需求？人口是在减少啊，但的确是在老化。如果你的目标叫做健康老化，那你应该去推这个健康的部分，就让维持我们人口健康，减少医疗的需求。那如果这样算得出来，那可能医生也许不需要那么多啊，因为现在医疗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做辅助嘛。医师相对就护理师嘛，不可否认进入职场的护理师的确都在减少，所以很多的选择就是不留在医院，或者是干脆不要走这一行，因为他可以走其他的。那所以像这种整个老化的过程里面，相关照护的需求。除了护理师之外，其他护理师的辅助能力或者其他照护的辅助能力，其实这些都应该有一些很清楚的政策去导引。少子化是一个很确定的事实，国家对未来30年还有多少医生呢？所以这样一直增加医生的估算到底是怎么样算出来的？觉得可以去规划，但是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现实面在哪里？大家都在炒护病，问题在于就是没有护理师啊。台大是一个非常传统、历史很悠久的一家医院嘛，所以而且最早就是以人才培育为主。我们是研究型的大学医院，我们还是会发展优秀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上来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因为现在医疗环境其实稍微比较艰困，我希望在进来之后能够让这个医院整体的一个发展方向更明确，有人才有办法发展。所以人才的部分呢，其实在目前呢，一个是整体的薪资结构上面的一些重新检视，包括在绩效上面的一些调整。那如果你推广，就是说那些护理师原来需要去负担的非护理师专业的工作，那这些可以由副佐来去协助。那再来就是说，对于他们的晋升的管道，知道像各个职类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晋升管道，但是实际上呢，或是某些人员呢，他的晋升管道是不明确的，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将它补强。在台大工作环境里面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一个是环境的问题，急诊环境本身就变得很拥挤，那工作上他会觉得负荷很大。那以及暂留病人增加，他也会觉得工作力太大，他会觉得，所以这部分也需要有一些辅助能力，包括一些像医师的回任，或者说在工作过程中里面，我们加入一些智慧医疗。在尖端医疗的部分是走得很前面。那其实目前也有一个尖端医疗中心，在关于这些基因治疗跟分子医疗的部分呢，台大当然也自己在发展再生的细胞治疗了，现在也有很好的成果。在医疗的部分呢，医疗研发呢，其实我们接下来规划应该会是在于说跟这个产业可以结合，能够进入市场。单孔的话问题牵扯到还要在医师要重新训练跟认证，所以未来量一定会快速在增加。中心的目的就是让3台达文西的运作更效率这样。目前我们国际医疗很多像东南亚那些会过来，但是都透过他们个别的接触了。这部分当然是希望增加跟东南亚国家的医疗系统的一些合作了，这是我们未来希望做的，就是增加医院跟整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连结。那健检中心主要是在接受成年人的健检，所以我们健检中心现在目前在转型嘛，来做健检的人或许1年或2年，但我们希望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在这1-2年中间，我们还是要协助他做健康上面的维护跟管理。他愿意让我们管理的话，甚至一些生命迹象，我们可以帮他做维护。健康管理是要进展到我们的民众日常的一个协助了，让他觉得我们对他是有价值的。台大医院因为长久以来一直都有这种暂留床数很多，那为什么盖健康大楼？希望这个盖起来之后可以，那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改善的方式一些做法，让它床的周转比较有效或是床位的一个使用，那比较能够符合带床病人的一个需求。另外，急诊还有一些问题是在于不需要住院，但是呢需要留下来做打针，做一些治疗。那这些当然配合健保目前 OPAT 的一个规划嘛。那这部分我是非常支持。为了1天打2次针留在急诊的人就变少，我们也在配合做 HH 的计划，这个载的急诊医疗，希望让这些在急诊暂留的人可以回家，那可以减少我们急诊暂留的人数。但我个人的个性而言，应该说我比较不喜欢强出头或是竞争性太强的事情。但是呢，后来在胸腔科其实气氛蛮好的。那时候胸腔科比较资深的
住院医师了，那对我照顾也比较多一点。台大传统就是说，对于医师的要求是这样，就是以自我勉励、自我成长了。但是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一些资深的住院医师来指导。像我当年第1年、第2年住院医师，有些国外来的医学生就说，在他医院都没有人这样教他，在这里面可以让我好好的去学习。其实医生成就感来自于病人嘛，就是说病人的回馈是医生最大的成就嘛，在行医的过程里面还蛮多的肯定的。